就是和普通人的那个想法市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要想领到最多的 GIS 啊，不是说你在加拿大住满了这个一辈子都在加拿大居住啊，这样的人能领到最多的 GIS， 不是的，市场是一个移民来这边正好10年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讲政府第3个福利，低收入的补助 （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ary）。低收入的补助呢，它是为了低收入的群体而设置的啊。加拿大这边呢，因为我们讲是福利国家嘛啊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、共产主义国家啊，对我们是这样的话呢，老人呢是不能够说饿肚子的哈，所以呢，它有个最基本的保障。老人的最基本保障是多少钱呢？如果你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哈，他会给你一个叫做低收入的补助。这个低收入的补助呢，是一个人的话，单身的呢是1065块钱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Old Age Security 啊，713块钱，所以呢它是1779块钱。这就是你在加拿大如果是退休的老人的话，你最低你可以拿到这么多。这是单身的。如果是夫妻2个人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一个人呢，低收入的补助是641块，然后再加上713块，就是说最低呢，它是1354块钱，是夫妻2个人，每个人的话，他最少是有1354块钱，这是最低收入。所以你如果退休了，你最少夫妻2人最少一个人能拿1300多块钱。你说我是一个单身的一个老人，我最少呢，我可以拿到1770块钱，这是最低额。那它的这个标准是它的最低收入这个所谓的，它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叫做低收入补助哈。低收入补助呢，它有收入的要求，就是说你只要有65岁以上，只要你有报税的收入，你的福利呢就会减少。它基本上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有1块钱的工作的收入，你的这个低收入的补助呢就会减差不多5毛钱。有的时候老人会问哈，那我65岁之后，我还要不要去工作？这个问题呢，事实上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来回答的。就比方说，假设呢一个人他的没有很多收入，没有什么利息啊，没有租金啊，没有这些收入，然后呢他去打一份工，收入也不是很高，他还能拿到低收入的补助。那这样的话，事实上你每工作拿到了1块钱，福利就少了5毛钱啊，税率实际上是很高的，就不一定值得啊。但如果呢你的收入又高于免税额呀，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再有一个个人所得税，还有个20%，这样的税呢有可能就是70%了。那60岁以上的个人免税额总共差不多18000块。这个60岁以上的人，他的收入高于18000，那么低于21000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福利呢少了50%，税又要交20%，那这样的话就很可能就不太值得。这个区间就尴尬。哎，对，就比较尴尬。对，所以如果低收入能拿到低收入补助的人再去工作的话，就不一定值得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呢，他本来低收入补助他也拿不到，那这个时候也不靠这个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反正你就忽略这个。这样的话，退休之后你如果再去找份工作，我比方说一年有3万块、有5万块钱的收入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交完税之后还有剩下来的部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有可能就值得退休之后再去工作。那什么人能领到最高额的GIS？ 我们说最高额呢是1065块钱一个人。假如住了一辈子哈，在加拿大，然后呢退休之后又没有任何的收入啊，那我就只拿一个 Old Age Security， 我再拿一个 GIS 啊。Old Age Security 呢我就拿713块钱，假设是一个人哈，713块钱，然后呢这个低收入的补助1065块钱，这样的话呢就拿到1779块钱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这个 GIS 呢就是要1065块钱。但是假设另外一个人，他是55岁的时候移民加拿大，到65岁呢，在加拿大呢住了10年，然后没有其他收入，也退休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可以领到Old Age Security 呢，就是713块钱的1/4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就领到了178块钱一个月的这 Old Age Security 老年津贴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政府说了，我这个65岁退休的老人呢，我要给你最低的一个生活的补助。所以最低生活补助呢是1779块钱一个月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事实上这个退休的老人呢，他领到多少呢？他可以领到1600块钱的 GIS， 所以这个就是和普通人的那个想法市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要想领到最多的 GIS 啊，不是说你在加拿大住满了这个一辈子都在加拿大居住啊，这样的人能领到最多的 GIS， 不是的，市场是一个移民来这边正好10年的人啊，他领到的是最多的，可以领到1600。等于政府是把这个
最低这个都帮你保证啊，对，帮你保证了，对对，所以 GIS 你要是想最大化 GIS 啊，我们碰到是哪一种呢？就比方说移民过来了，然后呢又把父母办过来啊，办过来呢，你前10年也是因为你有担保嘛，是不能领什么福利的，住满10年之后也满了65岁啊，他们的那个领的那个福利就是最高的，那有没有其他收入领的福利就是最高的，挺适合移民的，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有过来就不再工作了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办老人团聚啊，他就可以领到政府的这个福利。